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根小高。那我之前有一个影片呢，就介绍一些 Shaper 3D 基本的使用方式。那这次呢，我就从来画 3D 的一个基础，就是 Sketch 这个功能开始讲一下。那这次影片主要会讲到基本的 Sketch 的使用、几何图形、约束功能、建立复杂的形状，利用 Spline 跟 Loft 来产生一些特殊的形状，最后再利用 Construction Plane 在不同的角度跟位置来产生新的平面，来画制 Sketch， 来绘制更加复杂的 3D 图形。Sketch 在 Shaper 3D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掌握好怎么使用 Sketch， 再配上历史参数编辑这个功能，就可以更加容易的去修改你的设计。一般来说，打开 Shaper 3D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开始画 Sketch。如果你本身也是使用 iPad 加上 Apple Pencil， 你一样就可以直接在这个画布上面来开始画图。Apple Pencil 可以直接画出一条直线，或者是稍微弯曲一点就可以画出一个弧线。那这个弧线是以正圆为基础，然后透过设定它的半径跟它的角度来画出这个弧线。那除了这些形状之外，基本的还有四边形、圆形、椭圆形以及多边形。多边形的部分有三角形、五角形、六角形以及八边形。而且呢，你都可以透过设定它的边数，比如说这边是15，然后设定它的半径，来产生更多不一样的正多边形。但是呢，在 3D 建模的过程中，不会永远都是使用正多边形，又或者是长方形之类这些形状，总是会基于这些基本的几何图形，再去变形成其他不一样的形状。那这个时候呢，约束功能就非常的好用。约束功能可以针对很多地方来做设定，像是它的节点、中心点、半径、长度、角度等等这些地方。像是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我左右有两条直线，中间有一个弧形连接这两个直线。当我想要去移动弧线这两头的节点，但是我又希望它的圆心保持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只需要在下面点一下锁这个图案，然后我这个时候去移动节点，不论我怎么移动，它的圆心都会保持在原本的位置。又或者是说我需要来保持它的半径长度，像这边我可以输入一个5，它就会自动进入约束状态，让它半径保持在5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来缩短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你就可以看到圆心在移动位置来配合它的半径保持在5的状态。那约束功能在另外一个场景下面也非常的好用。这里来举一个例子，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而且中间有些地方是曲线的。那我需要在其中一个角的地方来加上圆角的效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先选择这个角加上约束的状态，以及它附近几个节点全部也都加上约束的状态。而且旁边这里有个弧线，所以也建议它的中心点呢也要进入约束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旁边画一个圆形。那下边我想让它的圆角的半径是 2.5，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设定它的直径是5，然后将这个圆拉到它这个角的附近。然后选择这个圆跟旁边这个直线，然后输入指令 tangent， 它就会自动将这个圆贴到左边这条线。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再将这个圆去贴向另外一个边，然后再透过 trim 这个功能，把多余不要的线全部切掉，这样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自然的圆角。所以呢，在你想要固定让它不要变动的地方，加上这个锁的功能，就是约束功能呢，就可以帮助你更加专注在修改你需要修改的地方。那透过这些几何图形呢，的确可以建立出很多不同的形状，而且都可以透过 Extrude 的功能直接把它拉出来，变成一个 3D 的物件。但是基本上这些都是直接这样拉出来，像柱状的这些物件。但是当我需要一些更加不规则、更加圆滑的图形的时候呢，就可以使用 Spline 这个工具。Spline 这个工具透过节点的方式来产生曲线，而且每个节点呢都可以透过控制杆来设定它的弧度跟它的角度。如果有需要做尖角的地方呢，只要按一下这个尖角的符号，它就会变成尖的。当然啦，都可以再透过这个功能把它变回它是圆弧的状态。除了用这个方式使用 Spline 之外呢，你也可以利用控制点的方式来画曲线。那这个功能呢，就是利用控制点来拉出不同的曲线。Spline 的功能在平面一样可以透过 Extrude 的功能直接拉出一个 3D 的物件。可是老实说，这样子其实有点浪费掉 Spline 这种多变的功能。好，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我画了两个弯曲的平面，一个在下面，一个在上面。
然后我在几个节点之间呢，都补上参考用的曲线。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透过 Loft 这个功能，把它们全部选起来之后呢，使用 Loft 就可以直接产生一个很弯曲不规则的形状。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再透过移动边缘啊，或者是节点的功能呢，来产生一些更加复杂的形状。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在一些特殊的位置或是角度来加上一些 sketch， 来帮原本的物件来延伸，又或者是挖空一些部件。可是，一般来说，你不管怎么画 sketch， 它都会保持在 x、y 或者 z 这3个轴上面。那如果我们需要在这些不规则的形状上面来画 sketch， 来帮助原本的 3D 图来延伸或是挖空一些部位的时候，我们除了画好草图，再慢慢这样移动过去，然后旋转角度来配合它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新增一个 construction plane， 然后选择功能到最下面的 parallel to face。然后选择你要的 3D 物件的平面位置，然后下一步之后，你就可以在你的 3D 的平面上面选择你需要增加平面的点，这样子就会在这个位置来新增一个平面，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平面上面来画上你需要的 sketch。然后利用这个方式来延伸，又或者是挖空你原本的 3D 物件。最后面就是讲前面提到的历史参数编辑这个功能。即使在绘图的中后期，你发现前面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你都可以直接去找到当时的 sketch， 然后透过修改 sketch 的形状或是移动节点，来马上反映到现在 3D 的图上面。而且呢，在画好 sketch 之后，所有的步骤都会保留起来，包括你的圆角设定啦、你的挖空或者是延伸的部分呢，其实都会保留起来。而且不止如此，在历史参数的部分呢，像是 Loft 的参考线啦，又或者是你的 Extrude 的距离啊，甚至你圆角的半径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在历史参数里面去编辑。所以呢，其实在建模的过程当中，会随着不同的面向角度的需求，然后建立更多的平面跟 sketch。那在画图的过程中呢，画面上可能就会越来越乱。所以呢 ，sketch 的命名跟管理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而且必须适时的去隐藏一些暂时用不到的 sketch。虽然说是如此啦，在历史参数这个部分呢，你去找到你需要编辑的边缘又或者是面的时候，它都会自动筛选出来相对应的步骤跟 sketch 的部分，让你知道你每个编辑的步骤实际上是对应到 3D 图的哪个部位。希望这支影片呢有帮助大家解答到一些一开始在建模上面会遇到的问题。那如果有其他功能或其他问题想问我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之后呢，还会再来讲一些其他的功能啦，又或者是一些操作上面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呢，它画面其实非常多东西，但是呢，跟一般 3D 的软体使用上面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都需要一点时间来习惯啦。那这次影片先到这边，如果喜欢这次影片，记得帮我按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跟开启小铃铛，也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那边我会分享一些科技产品、软体使用以及我生活上面一些事情。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